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你好呀，准备好和 Fingo 一起遨游天文的宇宙了吗？ Fingo 很期待和你一起开始今天的探索哟。天文学的诞生与发展上。咦，好神奇呀！夜晚的天空中有好多星星在眨眼睛。哎，可是为什么白天星星都躲起来了呢？科学里有研究各种各样奇妙事物的学科，那有没有研究我们看到的天空中神奇现象的学科呢？对了，今年生日的时候，神秘博士送了我一本天文知识小全，让我来查查神秘博士送给我的天文知识小全里有没有解释。嘿呀，天文知识小全！哇哦，原来研究天空中的神奇现象的学科叫做天文学。太阳的光芒褪去后，晴天夜晚的星空开始展现出它绚丽的光彩。这些一抬头就能看到的星星，曾被古人视以为神明。在人类相对于宇宙的短暂历史中，星空的变化是极小的。对星空的记录能追溯到人类历史的早期。地球上的各个文明对天空中的星象都有独一无二的记录，而对星象的解释往往与神明和祖先有关，这便是天文学的起源。但除了带有宗教色彩的解释之外，古代人对天文学的探索更多是基于现实。在古埃及，一旦天狼星在黎明之前出现在地平线上，尼罗河的汛期就要开始了。对于农业文明来说，没有什么比一本指导何时播种、何时收成的历法更重要的事物了。而对于海洋文明来说，天文在导航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月亮、太阳和星星的运动为人类提供了3个较为准确的时间标尺，那就是日、月和年。由月亮的运动制定出的历法被称为阴历，由太阳运动而制定出的历法被称为阳历。在古代中国，人们以太阳活动的周期细分出24节气，为农业的发展与运作确定了时间节点。而历法的制定对于天文学来说仅仅是一个起点。要成为一门科学，天文学必须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来回答一些更为基础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宇宙中处在怎样的位置，宇宙是如何运动的等等。在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按照直观的感受，地球应该是宇宙的中央，而在一个神创论的世界中，宇宙的一切都应该是完美的。在几何上来说，就是以圆或者球构成。因此，柏拉图学派建立了同心球式的宇宙模型，这可以说是地心说的前身。不过，所有的这些宇宙模型都需要经过观测的检验，而在当时可观测的宇宙中，有5颗星星与其他星星不同，它们在天空中会明显的运动，人们把它们称为行星，也即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天文学首先找到的伙伴是数学。古希腊人用敏锐的数学思维，在保留了地球居宇宙中心的基础上，修正了柏拉图的同心球宇宙模型。这便是托勒密提出的较为完善的地心说。他认为日月行星都以圆轨道绕地球运动，这些圆称为均轮。而和日月不一样的是，行星在均轮之上还有一个本轮，5大行星绕着本轮运动，而本轮的圆星在均轮上。这一地心说的理论大厦经历近千年的修修补补，最终得出的行星运行方式与观测的结果非常符合。因此1000年以来，虽然经常有人质疑地心说，但他们的理论从未受到实质性的挑战，而这个实质性挑战将会颠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1543年，哥白尼发表了天体运行论，详细阐述了一个以太阳为中心，地球和各大行星绕太阳运转的理论。这一理论虽然无法在观测精度上媲美地心说，但是它有着地心说无法比拟的优点，那就是简洁。
尽管当时的教会认为这种理论是异端邪说，但依然无法阻挡天文学家追求真理的脚步。一场广泛且旷日持久的辩论在西方展开。半个世纪之后，1609年，一个发明对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争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有了天文望远镜，科学家第一次摆脱了肉眼的桎梏，看到了更远的真实的宇宙。伽利略使用天文望远镜得到了一个颠覆性的发现：星星和月亮一样有着盈亏的状态。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月亮的盈亏来自于它反射太阳光的截面不同。如果像托勒密的理论所说，金星围绕地球运动，那么金星是不可能产生盈亏的现象的，因此金星必然是围绕太阳运动。可是对于火星、木星和土星，它们也没有盈亏的现象。那么它们究竟是围绕地球还是围绕太阳运动呢？这个问题并不能用这种方式解决。而且日心说还有一个弊端在于，他们依然没能提出一种解释，使得他们对行星的预测精度超过地心说。历史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开普勒。生活在与伽利略同时代的开普勒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第谷的学生。第谷穷尽了一生，得到了大量的观测资料，但却是地心说的坚定支持者。在第谷去世后，开普勒使用了老师的观测资料，开始总结在围绕太阳运动的框架下行星运动的定律。在他的描述中，围绕太阳的行星应当遵循3个特征进行运动：一是行星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这与当时人们因为圆是完美的图案而假定行星运动的轨道为圆的想法大相径庭。二是行星距离太阳越近，它在轨道中的速度就越快。三是行星离太阳的平均距离越远，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也就越长。这3个特征被他用数学公式总结起来，也被称为开普勒3定律。这3个定律被丰富的观测资料所证明，补上了日心说相对地心说最后的一块短板。之后，日心说逐渐成为天文学家中的主流理论，而开普勒也被后人誉为天空的立法者。但是开普勒同样也留下了疑问，虽然他总结出了包括地球在内的各大行星围绕太阳的运转规律，但却没办法解释这个规律是从何而来的。完成了这一终极解释的人是我们的老朋友牛顿。在1687年，牛顿出版了完整的3册《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本书中，他利用牛顿3大定律描述了力的本质和力与运动的关系。力的本质是物体的相互运动，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基于这2个结论，牛顿认为是万有引力维系了行星的轨道运动，而万有引力与2者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他给出了开普勒3定律的证明，简单的几句话、几个公式引申出来，便能解释天文学几千年来对所有星系运动的观测，可谓大道至简。这本书也足以获得凡夫俗子第一次接近了诸神的评价。通过这种超越了数学规律本身的物理学描述，天文学有了正式属于自己的理论，完成了从一门规律性的学科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进化。基于牛顿的另一个发现微积分，天文学家很快将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应用到天体运行的预测与寻找新的天体上。1781年，赫歇尔使用望远镜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天王星。但科学家很快发现，这颗行星的运动轨道有些奇怪，很可能是受到了更远的行星影响。在1846年，天文学家果然在万有引力定律的帮助下发现了海王星。至此，科学家们证明太阳系内8大行星的运动完全符合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描述。紧接着，科学家就将牛顿的理论应用在银河系的运动以及太阳位置的计算上，得出的结论表明，太阳并不处在银河系的中心，而只是银河系无数恒星中的一颗，更不用说是宇宙的中心了。人类天文学知识逐渐增长的过程，也是地球的地位逐渐渺小的过程。
更使人类逐渐接受自己只是宇宙中平凡而普通的一部分的过程。就越长。你好呀，准备好和 Fingo 一起遨游天文的宇宙了吗？ Fingo 很期待和你一起开始今天的探索哟。一、天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准备好和 Fingo 一起遨游探索天文的宇宙了吗？ Fingo 很期待和你一起开始今天的旅行哟。3. 天象上。哇，明亮的月亮怎么消失了？是被特别喜欢吃月亮的天狗吃掉了吗？我之前听说过天狗食月的故事，我的好朋友，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古老的传说呀？天上真的有那么大的一只狗，还长着一口能吞掉月亮的大嘴巴吗？这只狗吞月亮的时候你吃了吗？我们怎么看不到呢？这只狗怎么吞了月亮还吐出来呀？是月亮不好吃吗？让我来查查资料。嘿呀，天文知识小全，找到了，原来这是一种天象呀。天象是指在从地球上观察到天体的运动或者其一些性质的情况，也就是日月星辰在天幕上有规律的运动现象。人类对于自己居住的星球、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从地心说到变为日心说。古希腊天文学的集大成者托勒密，在公元2世纪，也就是距今1900年前，写了一本名字特别牛的书《Almagest》，一般译为天文学大成或者智大论，完整的建立了由亚里士多德首创运动的影响，这就是天体的视运动。天体视运动是说，地面观测者直观观测
现在分狗和你一起来查阅一下动画里提到的科学名词是什么意思吧。一、地心说，也称为天动说，是一种天文学学说。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其他的日月星辰都环绕着地球而运行。二、日心说，也称为地动说，是关于天体运动的和地心说相对立的学说。他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而不是地球。三、天体运动，是指宇宙中各类天体发生的运动。四、潮汐锁定，潮汐锁定发生在重力梯度使天体永远以同一面对着另一个天体，例如月球永远以同一面朝向着地球。潮汐锁定的天体绕自身的轴旋转一圈，要花上绕着同伴公转一圈相同的时间。这种同步自转导致一个半球固定不变地朝向伙伴。五、周日式运动。周日平原平坦且光滑，能反射更多的光，
看起来更亮一些。月球上的环形山以及撞击坑又深又粗糙，太阳的光线被四散反射，看起来暗一些。那些阴影的形状看起来像蟾蜍，像兔子。充满想象力的古人依据这些形状创作了很多的神话故事。原来是这样。那请问神秘博士，月相是怎么形成的呢？月球在环绕地球公转时，地球、月球、太阳的相对位置不断规律的变化，使观测者从不同角度看到月球被太阳照明的部分，造成月相阴亏圆缺的变化。当月球运行到地球与太阳中间，三者成一条直线，月球自身遮挡了全部的太阳光，月亮称为朔月。在朔月的时候，我们在夜晚基本上看不到天上的月亮。随着三者的天体运动，月相的变化依序是朔、峨眉月、上弦月、凸月和满月的相位，然后成为凸月、下弦月、峨眉月和晦。月相盈亏周期平均是29.53日，历法中之朔望月源于此。这也是为什么农历15的月亮格外圆。在望月，也就是满月的时候，地球运行到月球和太阳的中间，遮挡住太阳照射到月球上的光。面向月球那一边的地球人就会看到月食这个较为常见的天象。每年全球至少发生2次月食哦。确实是这样哎，每个月的月亮都有一次像圆圆的月饼。听完您的讲解，我也会画月相图啦。小朋友们也可以
球则是冬季。
你好呀。电子显微镜图像。那么，科学家是怎么收集这些行星际尘埃的呢？通过装载粒子收集器的探空气球、太空站与航天探测器来收集太空中的微粒。行星际尘埃已经被研究了近半个多世纪，但是科学家对行星际尘埃的起源与演化仍然有很多未知问题。当前，我们仅知道这些尘埃粒子的寿命很短，99.9%的行星际尘埃由小行星与彗星的演化产生，和0.1%由外太阳系尘埃构成。那么，如果我们想采集到更遥远的地方的样品，该怎么做呢？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可以将探测器直接送往其他天体，去采集它们的样本。这就是采样返回，相当于发射一个单程的探测器去探测一个天体。采样返回任务需要实现往返双程，不仅需要前往遥远的天体，在进行着陆采样等困难操作后，还需要让飞船携带这些宝贵的样品返回地球，并安全地将它们送达地球表面。因此，作为双程票的采样返回任务的难度堪比载人登月，十分困难。目前，仅美国、苏联、日本与中国进行过采样任务，从月球与近地小行星彗尾上采集过少量样品。我们为地球带来的地外物质最多的当属月球样品。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太空竞赛
样品送回地球，而中国的天问3号也将实施火星采样任务。日本的火星卫星勘察计划将从火卫1采样。这些任务将全面拓展我们对这颗红色星球的认识。很快，我们就能在博物馆你好呀，准备好和 Fingo 一起遨游天文宇宙了吗？ Fingo 很期待和你一起开始今天的探索哟。3. 地外物质与小行星中。地外采样返回样品都非常珍贵，那么太空探索时代开始之前，科学家们该如何研究地外天体物质呢？是不是只能利用天文望远镜观测那些遥不可及的天体，而无法在实验室中精密的分析呢？其实，现代科学界对太阳系了解，并不是依靠这些采样返回任务，而是靠地球上存在的地外物质，那些我们可以在地面上发现许多主动坠落到地面的地外物质——陨石。在野外游玩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与众不同的石头，这些石头会不会是来自太空的陨石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它带到实验室去进一步分析。让我们来一起看看陨石是什么，如何辨认陨石。人类对地外物质的研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在古代，许多文化都有关于天降世的神话和传说，但直到18世纪，科学家才开始对这些陨石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在国际陨石学会的定义中，陨石指一切来自地球以外并坠落到地球表面的物质，
陨石可以提供关于太阳系其他天体的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演化历程和行星形成过程的重要样品。通过对陨石的原始矿物成分的准确分析与同位素成分的精密测量，科学家可以了解太阳系内部的化学组成、物理条件和演化历史，甚至可以对地球的起源提供线索。如图所示，现代科学界将根据不同陨石的结构与成分特征，将其分为2大类，分别是球粒陨石与无球粒陨石。这些陨石通过其同位素特征、化学元素含量与矿物特征，被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群。同一个陨石可能拥有相似的起源或在底部的结果。
4. 火星陨石，从火星表面喷发的岩浆或陨石撞击事件中喷出的火星岩石，在经历长时间的漂流和坠落后，最终落入地球表面。火星陨石是研究火星表面环境、地质构造和地球和火星之间的生命学关系等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5. HED 陨石，一种无球粒的石质陨石，主要由黑陨石、橄榄灰石和二灰橄榄石3种矿物组成，因此得名为 HED 陨石。这类陨石可能源于小行星维斯塔的表面，并被认为是来自内太阳系行星形成时期的遗物。你好呀，准备好和 Fingo 一起遨游天文的宇宙了吗？Fingo 很期待和你一起开始今天的探索哟。3. 地外物质与小行星下。欢迎回来，我们已经了解了地外物质的分类与性质，包括散布在太阳系平面上细小的行星际尘埃、珍贵的采样返回样品，以及来自小行星的陨石。那么，作为陨石的来源，小行星是什么呢？它们是如何变成陨石的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小行星吧。小行星定义十分宽泛，许多参数的划分仍然存在争议，而根据当今国际天文学会的定义，小行星与彗星一样，属于太阳系小天体。它们与太阳系8大行星一样环绕太阳运动，但质量与体积比行星小得多。与来自遥远的外太阳系的彗星不同，大多数小行星位于内太阳系，分布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中。小行星可能是太阳系早期行星形成时期残留的残骸，也可能是行星演化碰撞过程中产生的碎片。这些小行星在太空中漂浮，当它们经过地球附近时，可能会被地球的重力俘获，穿过地球大气层到达地表，成为我们所熟知的陨石。小行星的大小与形状差异十分巨大，从尺寸上看，从1米大小的石块到直径数百公里的矮行星，都属于小行星。最大的小行星是位于外主带的谷神星，由德国数学家高斯发现，也是人类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谷神星的直径近1000公里，也被定义为矮行星。而第二大的小行星是灶神星。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最大的小行星，也比地球的卫星月球小得多。从形状上看，与呈现球状的行星与恒星不同，小行星自身尺寸与质量过小，无法通过自身的引力使物质呈现流体静力学平衡的球形。因此，小行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不
合。因此，研究它们可以增加我们对类地行星内部结构的认识。技术才能寻找到它们的轮廓，比如Bingo 和你一起来查阅一下。
你好呀，准备好和 Fingo 一起遨游天文的宇宙了吗？ Fingo 很期待和你一起开始今天的探索哟。4. 太阳上。新的一天开始了，这初升的太阳多么明亮而温暖，给大地也洒上了一层金色。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我们沐浴着日光生长。太阳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能给我们的地球驱散寒冷和黑暗，带来温暖和光明。可是，我的好朋友，太阳究竟是什么呢？只是一个挂在天上的大火球吗？我们应该对太阳了解的更多一点。太阳到底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Fingo 不太了解，那就先给神秘博士打个电话请教一下吧。喂，是 Fingo 呀，又遇到什么问题了吗？神秘博士您好呀，我发现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太阳，可我们却对太阳不太了解。请问您能为我讲述一下关于太阳的知识吗？哈哈，原来是关于太阳的困惑啊！生活中越常见的事物越容易被忽略。你能认识到太阳的重要，说明你非常细心，有好奇心，值得表扬。接下来我就为你讲述一下关于太阳的知识吧。太阳是天空中最明亮的天体，它的质量有33万个地球那么重。事实上，它的质量相当于太阳系所有行星质量加起来的700倍以上，因此它牢牢镇守着太阳系中心的位置。太阳系所有的行星都围绕它旋转。人类对于万事万物最基础的认识，很多都来自于太阳。我们之前就知道了，人类对时间的最初认知来源于太阳。时间中日的来源其实就是因为地球自转而使得太阳东升西落的过程。可以想见，惊叹。是的，在古代辉煌的文明长河中，
有记录的第25。现在
你好呀，准备好和 Fingo 一起遨游天文的宇宙？太阳上的物质因为极高的温度而处在一种叫做等离子态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物质自身带电，它们会沿着磁场的方向运动。我们在观测日冕时，往往能够通过这些物质的分布，精准看出太阳磁场的分布情况。太阳磁场不仅剧烈影响着太阳上的物质，还使得带电粒子向外抛射，产生所谓的太阳风。太阳的磁场沿着太阳风延展，对地球磁场产生作用，形成了最终的地球磁场，即朝向太阳的一面受到太阳风的压迫，而另一面则较为舒张。在比柯伊伯带更远的外太阳系，太阳磁场的影响与星际间的磁场相当，这标志着太阳系的一个自然边界。除了太阳风之外，太阳磁场还能以一种独特的机制在太阳大气中产生更强烈的爆发，产生如卡林顿耀斑这样的耀斑现象。这种现象代表太阳上的一片区域中出现了一次短时间的剧烈喷发，将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能量，不仅会导致太阳风强度的迅速增强，还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辐射，对地球的大气和磁场造成不小的冲击。太阳磁场的活动还会带来日冕物质抛射现象，这是在太阳大气的最上层，日冕中磁场的运动将整块的太阳物质从太阳表面抛射到星际空间中。监测太阳表面活动的卫星时常会看到这一壮观景象。虽然抛出的物质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不断减少，但这样的太阳活动对这些位于地球大气与磁场保护之外的人造卫星来说，依然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因此，在科技发达的现代，预报太阳活动对于近地轨道的卫星运行以及太空任务都非常重要。这类研究也被称作空间天气预报研究。这就是神奇的太阳磁场。太阳磁场产生了太阳风、耀斑等现象，释放着巨大的能量，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是，太阳的能量从何而来呢？大家跟随 Fingo 一起来探寻吧。我们已经知道，地球上人类赖以生存的能量几乎全都来自于太阳，但太阳的能量并非精准传输到地球上，而是如同一盏灯，将它的光辉均匀地泼洒到三维空间上的各个角落，而地球不过是距离太阳1.5亿公里外的一个点而已。太阳每秒钟向外辐射的总能量，比它辐射到地球的能量高20亿倍。而更惊人的是，太阳已经这样源源不断地释放热量50亿年了，而未来还有将近50亿年的寿命。太阳的能量到底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曾经使得科学家非常苦恼。
加复杂，碳、氮。成了吗？现象。你好呀，准备好和 Fingo 一起遨游天文的宇宙了吗？ Fingo 很期待和你一起开始今天的探索哟。5. 地球。
太阳是恒星，地球是行星，是太阳的行星。在太阳系里，太阳有8颗行星，4颗类地行星，4颗类木行星。神秘博士在暑假的天文课上给我讲过，类地行星顾名思义就是类似于地球的行星，类木行星呢就是和木星类似的气态行星。这里的类似是指行星的结构、化学组分、金属丰度等可以具象化的指标。我学得真好，把知识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嘿呀，天文知识小全。书上写了，不单单太阳系里有类地行星，宇宙中的其他星系也有诶。那么其他的星系有没有和地球差不多的星球呢？另一个地球，星际移民，有点哇塞耶。那么怎么去寻找另一个星球呢？第一步，认识地球。这是一颗质量5.97237乘以10的24次方千克，直径12742千米，赤道周长40075.017千米，表面平均温度14摄氏度的行星。地球的结构和鸡蛋有点像哦，都拥有坚硬的外壳。蛋壳，鸡蛋壳不是一敲就碎吗？地球最外层的地壳平均厚度17千米，我们所在的亚欧板块的地壳平均厚度有33千米。像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交叠的地方，世界的屋脊，地球上的最高峰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所在的位置，底壳厚度有近70千米，约等于8个珠穆朗玛峰叠在一起那么厚。地壳的下面是肌蛋白，哦，不是，是地幔。地幔宽度约为2900千米，是连接地壳与地核之间的过渡层。在地壳还是坚硬的岩石，在这里呈现出了熔融状态，介于固体与液体之间。不灵不灵的钻石形成于几十亿年前的极高温、高压的地幔深处，离地表约16万到24万米深。人造钻石就是模拟天然钻石的生长环境，让钻石在实验室的仪器里生长出来。再往里，地核和蛋黄一样，不是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哦，是会移动的。科学的讲，这叫地核震荡。18世纪末，科学家根据密度测量数值，认为地球有一个金属核心。但1936年，丹麦地球物理学家英厄莱曼证实，地球实际上有一个液态外核和一个固态内核。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们提出，地球内核旋转的速度比地球其他部分更快。到2022年，南加州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教授约翰·维戴尔等科学家们首次通过直接地震学观测，证明地球内核不仅旋转速度较快，而且旋转方向每6年变化一次。哦，神秘博士教过我，地球的自转方向向来是自西向东，那么也就是说，地球和地核各转各的。地核这个半生不熟的鸡蛋黄分为内地核和外地核，内核是一个金属核，外核是超离子态，会缓慢的流动。液态和固态的结合使得地球内部与外部的选择速度和方向都不同，且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地核的反转会影响地球的自转速度和磁场。地球是一个整体，整个圈层都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圈层，我知道，巧克力球就是一层一层的。科学家们在地球科学的角度，把地球分成了大气圈、生物圈、岩石圈和水圈来进行研究。注意，岩石圈仅仅包括地壳和上地幔顶部，生物圈、水圈和大气圈是地球上重要的自然界圈。生物圈、水圈和大气圈是地球上重要的自然界圈层。生物圈是地球上生命的居住空间，包括陆地、海洋和大气。水圈是地球上水的循环系统，包括地球上的水体、水汽和水循环过程，其中大部分水是存在于海洋中的。大气圈是地球的气体层，包括对流层、平流层、中间层、热层和散逸层。其中，对流层和平流层对生命有着重要的保护作用，而热层和散逸层则与太阳风相互作用，形成了美丽的极光。
这3个圈层相互作用，共同维持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保护了地球上的生命。那么，满足以上3个圈层的条件，在外星球上造一个类似的密闭空间，不就是太空基地了吗？科学家们早就想到了密闭生态系统。Biosphere 2，生物圈2号，不对，这个是上个世纪的事情，而且失败了。是月宫1号，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4生物链环的人工闭合生态系统。生物圈2号模拟地球生物圈，设计人员将地球的大部分生态系统类型按照比例各取一块放到一个密闭系统内部。虽然生物物种丰富，系统复杂且体积庞大，但是与地球生物圈相比还是非常的简单，依靠其自身不能实现自平衡。而月宫1号目的是为了提供地外生命保障，所有的生物部件、动物、植物、功能微生物都是经过筛选并进行大量实验研究，实现精确量化。系统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定量计算设计完成的。研究地球的圈层关系不单单是为了太空生存哦，地球各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探索地球系统的演化和变化规律，提供科学依据，支撑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例如，通过对水圈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水资源的分布和利用情况，预测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制定水资源管理政策和措施。大约在0.7天文单位到1.5天文单位之间。不同质量的、不同光度的恒星的宜居带范围可不一样，恒星的质量越大，宜居带离主星越远。第3步，筛选目标星球。现在要付诸于行动了，搜寻、验证、筛选、探测，寻找宇宙中另一个宜居星球。这是一个宏大的科学命题，不仅仅是一集动画片就可以讲清楚的。和 Fingo 一起期待下一节的动画《系外行星》吧，而且不止1集哦。现在 Fingo 和你一起来